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同在。也许你是本频道的新朋友，也许您是原来如此过来的老朋友，那么欢迎大家，这是本频道的第一期节目。相比老频道原来如此呢，同在这个频道所分享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频道已经筹备了很久，但一直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制作节目。今天终于有时间有机会呢给大家做第一期节目。关于本频道的设想和初衷，我想今后有机会呢我们慢慢的分享。那么每一期节目呢，我都想跟大家分享比较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个频道的分享形式呢，和原来如此是不同的。原来如此呢，是每一期节目我都会写好固定的文案，然后经过修改以后呢，照着文案读，然后呢再做字幕，然后加一些图片或视频。这样的制作方式呢，效率是比较低的。由于我本人呢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所以每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呢制作更多的节目。但是每一周呢又有很多的东西需要领会。还有就是本频道的开通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如果您是从老频道过来的，那么不用我多解释，可能您都知道。关于这个频道呢，今天我不想说更多了，那么大家的时间呢也是比较宝贵的。我觉得既然开通了这个频道，制作了节目，那么我们还是要分享一点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主题，也就是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人能够战胜神。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人是无法战胜神的，神那么大，人在神面前是如此的渺小。但是为什么又说人是能够战胜神的呢？因为在旧约创世纪里边就记载过这么一次人战胜了神。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32章23到26节。这里呢在新译本中有一个标题叫雅各与天使摔跤。那么这段经文大致呢是这么说的：他带着他们打发他们过河，然后又打发他所有的都过去了，只留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就在他的大腿窝打了一下。于是雅各与那人摔跤的时候，大腿窝脱了节。那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么我刚才读的这一段呢是新译本。那么目前对于我而言呢，我一直在读新译本。因为圣经呢，读圣经的时候大家最好是各种版本呢交换着读，这样呢比较有收获。那么在读过和合本之后呢，我觉得新译本的很多翻译也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呢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各种版本呢都来读一下，这样比较有助于你对圣经的了解。那么至于哪个版本呢，问题都不大，里面的意思都差不多。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是每天都是抱着新译本来看的。不过大家看和合本也没关系，整体的翻译呢出入不是特别大。我们主要还是来说一下这段经文。其实在网络上呢也听过一些牧师对这段经文的解读，但是呢就我而言，其实很多牧师的解读呢还是有问题的。首先这个23节中说到，雅各呢把他的家人都打发过了河，然后就一个人留在了河这边。那么23节之前的22节呢提到了这个地方呢叫雅博渡口，就是那种很简易的吧，就是一条河中间有那么一个最近的过河的地方，他把他的家人还有牲畜全部都安排过了河，
他一个人留在河这面。有一些牧师解读说，雅各这个人呢，一辈子的就遇见事情就跑，因为他给雅各的定义呢，就这人是比较奸诈的，遇到什么事情就知道跑。所以他为什么一个人留在最后呢？就是一旦前面出现什么事情，他好跑。因为在32章中的前面曾经提过，他安排人呢先去见他的哥哥。这段故事的背景是雅各呢跟他的哥哥以扫，他们两个是双胞胎，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按理说呢，以扫是哥哥，他就是长子。在当时的民族背景情况下呢，长子是继承家业的。但是有一天呢，以扫外边打猎回来，看见这个雅各呢熬了一碗红豆汤。以扫呢就特别渴，就想喝这碗汤。但是雅各呢跟他哥哥说，这个汤呢你喝可以，但是你要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而以扫呢也就同意了，这是之前的事情。到后来呢，他们的父亲以撒快要去世的时候呢，按照当时的习俗呢，要给自己的子女呢祝福。以撒是比较喜欢大儿子以扫的，他一直觉得呢，他应该给这个以扫祝福。但是他们兄弟两个的母亲利百加，就是说母亲是比较喜欢雅各的，所以他们家的情况就是父亲喜欢大儿子，母亲呢喜欢小儿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以撒的晚年呢，这个老眼昏花，所以利百加就给这个雅各出了个主意，假扮成以扫，来得到了以撒的祝福。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以扫呢就特别恨这个雅各，最后呢雅各就离开了，或者说呢逃跑了。很多年以后，他带着很多的牲畜家眷就回来见这个以扫，但是他不知道以扫呢现在到底是对于他是个什么态度，是继续的仇恨呢，还是能够接待他呢？他不知道。所以对于雅各来说，他的心是一直非常忐忑的。特别是32章前面呢还记载，这个以扫听说雅各回来了，带了400人出来迎接他。雅各呢自然会很害怕。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呢，400人刚好是一个民兵组织的一个整建制的编队，看上去呢就是一队兵过来了。但是呢，这队兵到底是有敌意还是没敌意呢？不知道，至少当时雅各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就安排他的亲人、他的家眷以及呢各种牲畜先过河。所以有些牧师解读，为什么他一个人不过河，把人都送过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他说这个雅各呀，随时准备跑。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这么看的，我也是觉得这样的解读呢并不符合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已经做好了见以扫的准备。其实在翻阅了一些解经材料之后，以及呢请教一些属灵的长者，那么我现在还是维持认为呢，雅各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并不是害怕要跑，只是呢他在做最后的准备。他留在这儿，他为什么一个人要留在这儿？他就是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或者呢按照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说呢，雅各是把自己留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寻求一下神，或者说呢他想自己独自静一静，看一下迎接明天到底该怎么办。总体来讲呢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有人说是上帝，有人说是天使，反正呢，这个人呢，他不是人，他是一个拥有超自然力的人。但是这里边的解读，或者说这里边圣经的描述就很有意思了。这个人跟雅各摔跤直到天亮，两个人没有分出胜负，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整本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给人自由意志的。当人的自由意志一直在对抗神的时候，其实神拿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就不要上帝，他不要神，他觉得自己很厉害很行。那么当人如此刚硬的时候，其实神拿你真的没有办法。那么紧接着圣经又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描述，就是天快亮的时候，那人看自己胜不过他，就在雅各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于是雅各的大腿窝就脱节了。新译本中的翻译很明确，是打了一下，然后腿就脱节了。而和合本中的翻译呢，是在大腿窝摸了一把，然后呢，雅各的腿就扭了。实际上来讲，和合本中的翻译呢是有一定偏差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关键的地方还是要多参考一些其他的译本。那么有些译本是比较贴近原文的，那么和合本有些地方的翻译并不够准确所以为了更好的能够理解圣经中到底讲了一些什么事情，这种方式呢是有效的。那么有人就会说了，那么既然这个人这么厉害，干嘛要跟雅各摔一夜的跤呢？一开始就用这招，雅各不就服了吗？其实在我看来，这里边圣经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并不代表着雅各真正的在跟人摔跤。这里边所表达的真实含义是人和神精神层面的争斗，也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拣选这两点在争斗。其实神是爱雅各的，雅各呢也是要神的，但是雅各的一生中，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各种意思，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属地的事情。我们在23中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了，其实神是一直在帮助雅各的。雅各在回去的路上，他没有信心，他害怕以扫要杀了他，因为当年他离开的时候，以扫就说他要把雅各杀掉。那么雅各回来的路上，其实神是派了2个天兵来帮雅各的。那么雅各呢，遇到这2个天兵的时候，还给那个地方起名呢，叫马哈念。其实雅各认得出来，这是神的军队，就是2个天兵。那么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雅各，没有关系，有人保护你，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有人帮你打。但是雅各呢，心里边还是不特地，他还是在用自己的办法在保护自己，用自己的办法来寻求如何去解决，这就是雅各的问题了。那么直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步了，所有的亲人全部都打发过河了，留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么内心的这种抗争和思想上的纠结，导致他无法下定这个决心。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出手帮了他一把。怎么帮他呢？就让他没有办法再发力了。摔跤人是要发力的，那么摔跤的力是从哪里发出来呢？就是他的大腿。那么既然大腿不能受力了，他也就没有办法摔跤了。所以这一段故事中呢，既代表着身体上的摔跤，也代表着属灵层面上的摔跤。当雅各
在属灵的层面上面对神的时候，真正的觉得一定要依靠神，不依靠神自己是没有路的，那么他整个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这个大家呢都知道，就是我面见了神。雅各是在这个地方面对面的见到了神，而且对于雅各来讲呢，他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当自己腿瘸了以后，他抱住那个跟他摔跤的人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也祷告，但是呢，一旦神没有成就，或者没有及时的得到回应，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信心。我们是否有那种执念，像雅各一样抱着神，当腿发不出力的时候，就用胳膊用手来抱住神，说神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雅各跟以扫最大的不同，就是雅各他是想要神的，而以扫呢不想要。2000多年以来，基督教一直在给雅各定罪。为什么？雅各一直是奸诈狡猾的代名词，而以扫呢则是忠厚老实的代名词。大家一想起雅各，就说他用一碗红豆汤骗了长子的名分。不仅当时骗了，第二次又假扮以扫再骗了一次。雅各的这一生中呢，骗他哥就骗了2次。那么在之后呢，他逃回老家的时候呢，又骗他舅舅，又跟他舅舅2个相互骗，最后呢，把他舅舅呢也骗赢了。有人说雅各的一生呢，就是各种骗，骗不到呢，遇到事情就跑。其实我们翻遍了圣经之后，你看到神给雅各定过罪吗？神说雅各你这么做不好吗？其实没有。这是很多人都在犯的问题，就是说圣经神都没有给这个人定罪，但是呢，人一直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人在给他定罪。而事实上神没有给雅各定罪，却给以扫定了罪。我们看到当雅各和以扫那碗红豆汤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神是怎么评价以扫的？也就是创世纪的25章最后一节，以扫就这样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为什么？因为以扫轻看就是不要。如果你不要，神当然不会给你；如果你不要，神也不会祝福你。而对于雅各来说呢，雅各是要的，那么既然你要，神就给你祝福。我也见到有一些传道人呢，在这说，其实如果雅各要的话呢，也不应该用这么奸诈的手段，也不应该用骗。既然神已经发了预言，既然神已经命定了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躺平就好了。雅各第2次不骗，他也能得到长子名分。其实我觉得这么解读也是有问题的。圣经发生了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圣经没有说的东西，我们猜测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掉入那种圣经没有的东西，人却在那儿乱猜的这种情况。我们只看圣经上记载的，圣经上记载的就告诉我们了。其实以扫早早的已经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但是呢，以扫说话不算数，他还想要回来。如果以扫真的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的话，那么当年以撒在祝福的时候，以扫就应该说，
长子的名分我不想要啊，我也对这个不关心，没有什么意思，你就给雅各祝福好了，我已经答应他了，我把长子的名分已经卖给他了，不需要祝福我了。而以扫呢，面对这个长子名分的时候，他已经卖掉了，但是他不承认，出尔反尔，他还是要，并且呢，他完全不顾当年的承诺，他还说要把雅各杀了。所以以扫呢，不仅是一个轻看长子名分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这样的人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吗？我想不会的。所以既然圣经中是这么发生的，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故事来解读。雅各呢，的确是使用了一些手段，得到了长子的名分。虽然他使用的手段在我们看来呢，有一点不光彩，但是如果他不用这种手段的话，以撒也不同意呀。那么以撒这个人明明知道神已经让大的伺候小的了，那么他还是有一种执念，还是希望把长子的名分传给以扫。我相信以撒在世的时候也应该听说过那碗红豆汤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啊，以撒也应该知道啊，他知道以扫已经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了，但是他装着听不见，他装着不知道，还是要给以扫祝福，这就是以撒的问题。所以这段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既然神所命定的东西，或者是神所计划好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去行。该躺平的时候躺平，该用手段的时候也可以用手段，这都是神所应允的。我们在这段故事中千万不要把雅各这个人的定性把他定性错了。神没有讲雅各做这些事情有什么不妥，那么人为什么要一直说雅各这个人的人品呢、做事啊，各种方式要给他定罪呢？这就是我们作为人来讲自己身上的罪。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我们自己是有罪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按照神的方式来思考，做出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就是在犯罪。雅各瘸了，一瘸了几十年，他有埋怨神吗？没有，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对于雅各来讲，被神摸了一把，或者说呢，按照新译本的翻译，被神打了一下，对于他来讲是好事。能被神摸着，这都是恩典。今天有很多人，神根本摸不着他，他不要神，他觉得自己厉害，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他用自己的自由的意志一直在对抗神，一直在用自己的办法来处理身边的所有事情。人都是软弱的，这个世上没有人定胜天的道理。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要神，神也真的拿你没办法。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中记载，雅各与神摔跤，摔了一夜，神都没摔赢。其实不止雅各这一个人了，现实生活中像雅各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有太多的人神拿他都没办法，神都摔不赢他，甚至呢，神根本就摸不着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真正要学到的道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寻求神，都应该像雅各一样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只有真正想要神的人，才能够得神的恩典，才能活在神的同在里。但是
如果你是一个不要神的人，那么我今天告诉你，神真的拿你没办法，神也摸不着你。那么你只能靠你自己的意志，在这个世界上自由的乱撞，最终的结果求神怜悯吧。好吧，今天呢就是本频道的第一期节目，还有很多的不足，我呢还需要多多的练习。因为之前都是写好了文案，再照着文案读，所以很多问题上呢，逻辑上、语言上都会相对会好一些。那么这个节目呢，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只是抱着一本圣经，想到哪里就跟大家说到哪里，所以在语言的逻辑上，还有用词的准确上，可能都有很多的不足。但我想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难得的锻炼，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呢也能一起的成长。感谢大家关注本频道，也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一直做下去，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圣经中的领受和看见。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与神同在。谢谢大家。